全世界未来的命运就看这一场峰会了。睽违6年，川习两人今天在韩国釜山再度正面交锋。今天本来预计要谈4个小时，结果2个小时就开门结束了。会无好会吗？2个重点：中国要到他要的。第二，川普明年4月再访北京，我们就来看。中国这一次在谈判桌上施以小惠，宣布买你18万吨的大豆，就换到了美国松绑关税，连黄仁勋的 Blackwell 晶片都重新考虑准入中国。川普呢，为了稀土，这一次又缩了吗？他证实今天的会谈完全没谈到台湾，我们就怕川普搞暧昧，每一个误判都可能是台海风险的火种。今天人据带我们从每一个关键的美港来解读这一场峰会啊。川普跟习近平啊，我告诉你，一开始到底在哪里会面，都有2种说法，一下在釜山，一下在庆州。但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呢，2个人正式会面了。是，而且你知道吗？川普说，哦，会面完了之后，我要赶快搭飞机回去过万圣节。但是呢，他在空军1号上面啊，对于大家非常好奇，说，你跟习近平见面里面有没有提到台湾呢？川普则说完全没有提啊。但是我们回来看哦，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川普好像对这个会谈很满意啊。你看他对中关税哦，将从57%下调到47%左右，而且他说呢，这个稀土的议题啊，已经没有任何阻碍，甚至之前美中之间最在乎的芬太尼的这个议题啊，他也把它调到10%左右啊。而且他说，4月份的是要去访问中国啊。但现在问题来了。你记得之前川普是讲说，我跟习近平会面了啊，我们可能会会面3到4个小时哦。但问题是呢，你如果今天把闭门会谈的时间算进来，再加上记者公开采访那些，他真正的这个时间也不过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点，1个半小时左右就结束嘞。时间是今天这一场峰会最重要的美感，观众朋友，美中风风火火，有多少的议题要谈？怎么可能掐头去尾1个小时40分钟可以谈得完？第一，第二，你可以看到哦。今天，即便川普说稀土议题没有任何阻碍，那到底习近平承诺你什么？是不是其实没有承诺到你想要的，你才会要4月中再访北京？事情还没结束嘛。而且这一次2个人会面啊，大家非常关注，就是你在公开场合大家的表情怎么样？结果居然发现到，这个川普先到了之后啊，习近平后面才到。对。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习近平几乎啊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而且呢，川普在旁边啊面带微笑，还不断的嘴巴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跟他对话，一直跟他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习近平却被人家认为叫做神话一哥啊，因为呢从头到尾你看到他这左看右看，后来离开这个场面，总共讲了3句话。第1句叫做很高兴又见面了，第2句呢是川普要跟他讲一下，他就回了一句我也是啊。第3句更简单了啊，对话完了之后，习近平只讲了一字好。所以你看哦，这个冷热之间高下立判，到底谁比较期待今天这一场峰会啊？所以现在让大家完全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感觉上好像川普你不是应该觉得我很有底气要跟这个中国来对谈了吗？因为是我对你关税施压，是你习近平要来求我松绑的。可是看起来好像川普比较期待这一场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会面了因为事实上呢，他一开始有开放记者啊公开采访完。那公开采访的时候呢，事实上当然记者想要提问嘛，所以双方把话说完之后，立刻就有记者问说，比如说像之前问说会不会讨论台湾问题啊，川普就说谢谢，他就离开。而在这个会议上面的时候，要闭门之前记者就居然就会追问川普说，你们之前在提到核试验这件，为什么要进行更多的核试验？结果没有想到，清场的意思就是什么？别再问了，全部记者通通都离席啊！好，你讲到了每一个关键的提问，后面都代表着全世界最想知道的答案。有没有把台湾讨论进去？核试报为什么你要在这个会前丢出这个风向球？每一个关键提问都是据点，这个据点才是重要的所在。为什么？我们要问的是，关起门来，川普你会为了达到了交易的目的，把核心价值、灵魂给交易出去了呢？这个更直接的讲法就是说，美国如果过往的态度叫做不支持台独。如果换成了叫做反对台独，我跟你讲，在整个的解读上就会差别非常大。会把台湾卖了吗？因为在之前呢，老实讲，台独这个议题其实各方都有各方的说法。但是呢，美国媒体就说，其实有知情人士爆料，就说
川普有一些高级幕僚就说，北京当然希望你美国在所谓的台湾问题上面更明确的表态，对你的反对或你的支持对。但是呢，有人就建议说，不要去迎合北京，而去改变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的这个立场。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改变了，或你改变你的说辞，比如说从不支持变成所谓的反对的话，那这个会让这个中国误判因此有可能也会这个误判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你看这几个迹象，也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作为参考，比如说像 CNN 啊。CNN 呢，其实就提到说，台湾方面很担心，说美国如果在对台湾的这个立场上面的支持度啊产生动摇的时候，甚至有考虑要更换我们现在的驻美代表，来加强跟所谓的川普圈子里面的互动。当然呢，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你看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左边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驻美就现在画面这一位于大雷，对，就是于大雷嘛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是，9月22号的时候，我们外交部长林佳龙他本来要去出席由一个这个美国全球战略所举办的一个招待会，可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之前一直在传说美国政府有一些重要官员也会出席这场会议。对，结果你知道吗？这个招待会居然到最后，这些传出要出席的人都没有出席后来被问的时候就说因为他们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啦，所以没办法出席。可是大家通通都传说要出席，最后都没出现。台湾的外交部长想见的人，最后都见不到。对啊，所以呢，也引发了外界一些讨论，讲说是不是你美国在对台的立场上面呢，真的有一些动摇的迹象更具体的来了，我们接着带您一步一步深深的看进去，你去观察川普这一段时间的每一个细节、决策、小动作。远的不讲，我们就讲对台军售该给的 F-16全新战机，还有飞弹，还有鱼雷，凡此种种，为什么一再的延宕？这就是讯号了。如果你让中共误判的话，共军有什么蠢动，那都是台海接下来的火种啊！日本媒体曾经爆料说美国即将要出版一个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它有可能把这个重点变成叫做以美国本土防卫为优先。但对我们可能更有影响的是，在这个报道里面，他提到说可能会划定把所谓的本土防卫把日本包含进去。但是所谓的南韩跟台湾的部分事实上会被排除在外。结果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就说，这个东西他认为报道并不是很准确也不是他熟悉的内容。但问题是，美国其实在全世界有一些这个盟友国家被认为说美国是坚定表达支持的立场。其中有一个叫做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这个国防部证实说，美国本来在罗马尼亚有部署了1700名的美军，但是呢，他们接下来面临到了调整，就是会保留将近1000元左右，其他的有700名大幅度的删减完，要离开罗马尼亚。那其实以罗马尼亚的这个地缘关系来讲，它其实很像是台湾目前的这个地缘关系。所以如果你美国对于这个所谓罗马尼亚的这个驻军的这个部分有所调整的时候，很难让人家会去想说，不让人家去想到说，你搞不好以后对台湾的承诺，你也可能说变就变啊。所以你的意思说，罗马尼亚在欧洲相当于整个北约抵抗俄军势力扩张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就像我们在第一岛链的位置一模一样。今日罗马尼亚会不会变成明日台湾面临的处境呢？而且川普过去被问到台湾议题的时候，你看他都是非常轻松的样子在谈论。可是你知道，像《金融时报》他就提醒他说，川普你用轻率的口吻去谈论台湾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在你1、2句话里面让中国产生误判，很可能会意外的打开中国去攻打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这个我就想到，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川普今天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讯息是什么？他证实了明年4月他会访问北京。两边谈判的深水区那一场才正要开始，我就问你之前承诺过我的，你要卖给我，我钱已经给你的那些军购军售，会不会到4月之前通通没门呢？现在更麻烦的是，有很多东西连交货的期程跟节点你根本都还没有办法去精确的掌握。比如说台湾之前我们不是买了66架的 F-16V 到目前为止，除了第1架在今年3月说有一个出厂典礼之外，到目前为止交货进度几乎是等于0而且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原先我们在2019年就立案采购，原定是在2023年就要出厂，到现在为止，你花了2467亿，到现在
还没有真正的交货到这里。拿钱不给货，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像刚刚这个 F-16V 是载具的部分嘛，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美国购买的空中长程打击利器啊 ，AGM-1154C 的这个飞弹哦。那本来是2017年宣布，然后2024年会那个才签约啊。这个也是把它挂载在 F-16V 上面的。对，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只有我跟美国购买的这个66架 F-16V，是包含原先台湾本身有的 F-16AB 型战机的提升，对，基本上都是可以搭载这个所谓 AGM-154C 的这个所谓的飞弹。对。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2017年宣布，到2024年才签约，现在讲说2026年的时候会交付啊。可是你光看卡达，美国2016年的时候宣布对卡达要卖出200枚这个 AGM-154C 的这个飞弹，人家2020年就全数都交货完毕了。那这个飞弹为什么对我们 F-16V 来讲是重要的？因为它一般啊，如果它在低空射程的部分啊，它的射程是在22公里左右。可是我如果透到高空中啊，从高空投放的时候，它的射程可以拉到130公里啊！飞机自己已经飞那么快了，再从那么快的飞机发射出去打更远。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是它攻击的这个距离变长了，再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精准度非常高。你看哦，它射程从22到130公里左右，它的命中精准度居然小于3公尺啊！那个3公尺其实真的不到，一个炸弹爆下来，你在画面上面这个看起来，等于是几乎可以精准的命中目标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么迫切需要，也可以达到嚇阻共军侵犯的这些利器，你为什么不给我？难道你在营造明年4月去北京会谈的筹码吗？而且不只是空军的部分是这样啊，包含我们在海军的部分哦，我们跟这个所谓的美国也购买了 MK48 Mod 6AT 的这个重型鱼雷，因为要替换我们原先比较老旧的这个德制鱼雷嘛。但是2017年的时候呢，6月的时候，川普政府就已经同意要卖给我们这些。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哦就执行预算要进行采购。对，结果原定在今年、明年的时间的这2年时间要陆续交付，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进展啊。对，那现在说法是说呢，明年可以获得4枚超雷啊。超雷是什么？你知道？就训练用的鱼雷。那这个有什么用？那训练用是你。这个没有战力的效果，这没有办法杀敌于境外耶。那2027跟2028的时候说陆续会引进24枚的这个战雷啊，所以可能可以部署在我们已经这个旧有的这个潜舰上面。但问题是，如果台海的情势真的如外界想象的说，已经迫在眉睫、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结果你今天告诉我都是要2027、2028之后才会交付，那请问对我们现在大家所认为的迫切的危机又有多少的帮助呢？今天的这一场睽违6年的川习会，世人瞩目之下登场了4个小时，结果2个小时谈完，到底谈了什么呢 ？CNN 直接下了标题，不论结果怎么样，中国已经赢了。为什么呢？果然，你就看到了川习主帅今天登场之后，习近平什么都没说，就要到了美国调降关税，稀土也没有完全松绑，逼得你川普明年4月再来北京求我一次啊！对，没错。事实上，今天中午的这个大家期待的这个川习会了，没想到原本预定4个小时，那不到2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在结束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说的话，2个就个别离开。那川普就在搭乘的这个空军1号呢，就陆续快速的这个返回美国。那当然了，他在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也有发表一个演讲。那讲什么呢？他大概讲说习近平是个伟大领袖，然后领导一个非常强大而且有实力的国家。那同时宣布，因为他说了，这个习近平承诺要打击芬太尼嘛，虽然说我们把芬太尼的关税呢从20%降到10%。另外一部分来说，因为稀土有一些这个中国要延迟1年的这个时间，对，所以我就说，我把中国的商品的关税呢从57%下调到47%。那个晶片的这个东西呢，他说我会愿意卖啊，但问题是这个要看这个中国愿不愿意买的这个状况，所以讲了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预计在明年的4月的时候会访问中国，那同时之间呢，习近平也会在不久的时间之后会访问美国，所以看起来的话结论是这样。好，那我就讲这个结论来说的话，到底有没有达成川普要的呢？我认为并没有达成川普真正要的这个部分，就是成果不够多。对，你讲到重点，为什么呢？就是最后这个4月再来中国来这边求我一次，为什么？今天中国只承诺了我可以买你的大豆、黄豆、玉米，然后我可以延长稀土，但也就延长1年，不是永久性的这个开绿灯。所以你真正要跟我谈什么话，帕拉坎深水区的谈判筹码，4月再来北京，
那时候我就是主人了，就变成你求我喽。应该这样讲啊，两个人是这一次第一个上这个川普第2任期之后再一次接触嘛，我觉得这一次接触的成分是比较多。那当然，可能真正的生存期会是在明年这个两个人互访的这个时间点。好，那我们因为这一次的会前的时候，其实川普是蛮期待。你看他在他的Truth Social上面有讲嘛，他就说什么上个礼拜就说，哎呀，华府这个在华府就说他希望能够达成所有的协议嘛，对不对？那今天这个一大早6点的时候，川普就在Truth Social上面说非常期待跟习主席的会面嘛。对，所以其实他原本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期待的确是有点落空。那尤其是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地点好像有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因为原本一开始的时候，白宫的说法是说，准备在这个韩国时间的30号的早上11点呢，跟习近平在庆州见面。所以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说是庆州，但是后来中方的立场是说，不是庆州，是在釜山哈。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白宫贴出这个行程之后15分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说我们两个见面的在釜山，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驻美的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呢还转发，而且他还 hashtag 了釜山，就是特别强调是釜山这2个字。我问你，今天到底在哪里会面？这个是睽违6年，全世界最重要的峰会，地点也只有一个，怎么可能闹双胞？两个地方差了80公里耶！好，所以某些程度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2个见面的过程里面来说，美国是有做出了一些妥协。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我们讲，事实上，川普人在哪里？川普人在庆州。对，那他就从庆州，他必须要搭着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海军陆战队的这个1号，他要从庆州飞到釜山这样的状况。是，那习近平是谁啊？习近平是从中国就直接飞到釜山。对，所以等于说，某些程度来说的话，这个可能主场优势呢会站在这个习近平这边，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嘛，你还要飞过来一个状况，所以变成是这样。好，另外第2个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2个的微表情。2个微表情来说的话，习近平在一开始的跟他见面的时候，其实脸色并不是太好看，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就是好了，你要跟我见面 OK 啦。那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川普还去拍了这个习近平的背，这样好像要跟他这个，你看川普一直笑，要跟他这个和缓的这个感觉嘛，哈。那但是谈完之后呢，你看习近平的表情就不一样嘛，对。那川普的表情似乎是就没有那么的笑了。右边是他们出来的样子了，对不对？习近平就笑了，左边要进去的习近平脸是板着的，是没错。那跟现在感觉就不太一样。那当然CNN 就下一个结论说，只要川习能会面，就是中国的胜利，因为他是说中国支配了全世界稀土的供应链嘛，对，用这个来对美国掐脖子嘛。另外一个，习近平在这几年的时候，的确是降低了对美国的依赖。那你更不用讲，他们的新的15.5计划里面就要推动所谓的产业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自主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相信啊，习近平所要展现出来就是说，中国实力现在不像是8年前几年前我们见面那个时候的感觉，他是不是要跟川普表达一个我更有自信心的一个感觉？好，世聪带我们要回过到几天前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美中事实上已经针对这一次的川习会，今天的川习会的会前会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摆明了我就是抱持着前来压制中国，逼你吐出稀土的那个阵仗而来，结果哇，一到了现场发现气氛翻转了。应该这样说啦，事实上，中国跟美国2个谈判的时候，2个国家谈判是不一样的。是中国习近平呢，他是不会去跟你谈那些细节，所以他的谈判的东西一定是在会前就敲定。是，所以所以是会前就已经决定的事，他绝对不会增加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川普一直想跟他交易，我觉得习近平不是这样一个人。好，再来，我就讲，事实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贝森特不是就已经说吗？这是跟这个何立峰有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协定，在马来西亚嘛，对不对？好了，我跟他讲，事实上这里面的一个美感在什么地方呢？美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这个过去的谈判，美中的谈判里面来说的话，都有这个，尤其是美方一定会有卢特尼克，但是这一次就没有卢特尼克。为什么没有卢特尼克呢？听说呢，就是因为中方似乎是对卢特尼克颇有微词。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就把卢特尼克不要在这一次的吉隆坡里面的会谈里面有让他出现的一个状况。好，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形容词跟人设。卢特尼克就是这一波的美中的关税大战里面的头号对中国的战狼，应该这样讲。我们看到事实上今天这个川习会里面来说，我们一开始记者能够拍到的画面里面，是这个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事实上你看这个川普认真听，卢比欧认真听，但是那卢特尼克就在那边
这个好像有点不以为然的一个状况，面瘫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事实上，我跟他讲，卢特尼克在这一波的这个美国的政府里面来说，我看最大鹰派其实是之前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相关的经济顾问，对不对？现在经济纳瓦罗是最鹰派的，再来就是说还有谁比较鹰派？卢特尼克。因为什么？卢特尼克其实呢，他主张什么？哎，我们这个所谓的50%的这个规则，就是说我们只要呢用到我们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要管制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推动者。是。那没想到，因为他这样推动之后，他这个招式呢被中国拿去学习嘛。中国拿去学习的时候，结果再一次这个白宫的高层的闭门会议上，川普就跟这个卢特尼克说：“哎呀，都是你自作主张啦，所以才是你根本就不懂谈判。”他把这个所谓谈判踏得太死，让这个川普没有回旋的空间，所以他就骂他。所以假定弄破话，你把逼绝了，导致于中国拿出了大杀招稀土，我一丁点都不给你。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哎，那他这次他就说，那你不要到吉隆坡去谈了，避免说中美之间真的会谈崩嘛。哈，所以就变成说，哎，我把最鹰派的拔掉。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另外一部分我们知道，市场前一阵子不是贝森特有批评说，哎，有一个中国官员呢，他根本就是个疯子，对不对？他的行为举止然后还失控，非常不尊重人，那就是李成钢嘛。对，那李成钢来说，我们讲，那前一阵子我们有说，哎，李成钢被拔除了这个中国驻 WTO 大使的这个职位，可是他还是担任中美谈判的这个代表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状况里面来说，照理说，如果贝森特骂过你的话，那你怎么还会再出现在所谓的这一次的中美的谈判的过程呢？你就知道，哎，美国把这个鹰派的卢特尼克换掉，然后呢，你这个贝森特都骂过你的这个所谓的李成钢，你还在中美谈判的过程里面还在里面代表嘛？那尤其是在吉隆坡谈判完之后呢，他们是由这个所谓中国大陆的商务代表兼商务部的副部长李成钢出面受访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很故意。就我故意就是说你贝森特骂我，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我还是中美谈判的代表，而且我还代表这一次的吉隆坡会谈说出来跟大家讲话，这就真的是很故意了。我知道你想要的稀土在我手上，所以派谁上周去谈判，我说了算，不是你决定的。但是换句话说，从美国来讲，我要你的稀土，你如果觉得他是大老鹰，那他就先不上去好了。哇，这个高下立判。对，所以我就说这里面的这个层次来说的话，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端倪。另外还有一个端倪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谁？何立峰。对，何立峰他进去这个中美谈判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怪怪，为什么？哪里怪了？因为你穿的是这个浅色的西装，不是说穿浅色西装不行，而是说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来说啊，一般都认为说你啊，男士要参加正式场合，应该着深色的西装。这个画面你看哦，一群人走过来，也只有何立峰穿灰色的西装。对，那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色彩的政治学在里面？应该这样讲啊，一般会穿白色西装呢，就是说，哎，我可能是老大。或者说这个比较休闲的场合，他才会这样穿嘛。那你穿这样，你看他穿在一堆中国的这个代表中间，是不是显得他就是老大的感觉嘛？他是老大，对，没错，他是老大。但是问题是，你是要跟贝森特见面啦。美国也是一堆都是穿黑色西装的时候，你白色西装，这样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上对下的感觉。所以这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美国很重视这个？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奥巴马他出席他们的这个记者会，白宫记者会，他穿的是白色西装。说真的啦，奥巴马是老大，他穿白色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当时就被美国骂，美国就说：“哎，你这个有点怪怪，你是我们美国总统，你穿这样是好像有点太过休闲的这个状况。”然后当时还有很多4000条对总统这个穿着的这个批评啦。那美国的这个纽约每日新闻报还说用西装们来形容这次的事件，所以我说美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那当然，你说中国会不会知道？中国当然知道，所以是故意的，所以他是故意穿这样一个西装嘛。所以我才说，其实我们讲。是今天的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两个当然是有一些小动作，但是事实上，中国跟美国的谈判过程中间都是小动作不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我觉得只是达成了部分的协议，但是至于真正的深水区，我觉得是明年的两个元首互访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有更多的条件会拿出来互相兑换的这个状况。好，廷辉，你怎么来看今天的川习会？几个问题，我们从台湾问题先来讲起。我们本来以为台湾不在局里面，却一直都在牌桌上，因为是最重要的筹码。川普今天才上空军一号，告诉你我们没有谈论台湾问题，你怎么解读？会谈之前哦，川普一直在放消息，说要跟中国谈4个议题，记不记得？是关税议题、芬太尼的议题，还有像那个这个台湾问题。但是呢，台湾问题却在这次会谈上面没有浮上谈判桌。为什么？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内部分歧。有弃台论，有挺台论，到底美国真正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川普的政策是什么？所以现在台湾问题还不至于说在这个场合上面浮上台面。
再来一件事情，习近平难道真的想跟川普谈吗？你看到那个会场，那个习近平的脸色，根本就不是我们以往所见到的川习会应该有的那个氛围、那个样子。你看到了什么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政治气氛？对，第一个。本来说要在庆州不是吗？对，场边会吗？对，结果改到釜山啊。是，那釜山这个地方又是美国的这个相关的韩国的军事基地的这个重镇，那所以临时可能改变了这些会见的场合，这个在外交场合上面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极不礼貌的事情。不晓得说到底是哪一方最后做的决定，我猜可能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再来，在这个会谈之前，川普先下马威，说要给南韩制造核动力的潜水艇，然后恢复所谓的核子试爆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我要跟上吗？这等于说还没会谈之前，你就给我下几道的这个下马威下去了啊。再来一件事情，整个会谈结束之后，没有一个联合记者会。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美国总统跟一个外国元首都各自有一个小桌子，然后对记者、全球的这个媒体来讲，来发布说刚刚我们谈了什么事情，我们双方还会有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这个笑脸迎人的这样的画面，结果完全没有。你看到的只是川普在习近平旁边咬耳朵，随便讲一讲，然后习近平挥送他，这个川普就马上就回到美国去了。对，所以这一幕其实大家一看说，哇，谈完啦，为什么中午传出了这个惊叫声？大家预期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场会谈之前本来听说3到4个小时，结果2点兼顾掐头去尾，媒体真正闭门的时间只有1个半小时。是，美中有这么多要谈的。怎么可能在1个半小时闭门谈得完？对，川普上台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通过3次电话，跟习近平通过3次电话而已。而这3次电话基本上也谈了蛮久。结果呢，发现到说，即便第一次这样子见面的场合上面，竟然没有谈那么久。川普还说要谈3、4个小时，结果现在来讲不到，大概将近1个小时。所以跟 N 都指出来 ，N 和你垮说好了，我们见到面了。真正的深水区是明年4月，川普飞去北京啊。是。所以你看到习近平他有一点概念，就是说我今天来讲你也来者不善，我当然也不需要跟你应付嘛。所以我今天来讲看你脸色，你看到习近平那个脸色非常非常难看。我觉得除了上一次跟安倍晋三在2014年在北京的 APEC 的场合上面来讲的话，等安倍晋三下马威之外，这一次是我看到第2次的习近平这脸色最难看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其实没什么好谈的。反正呢，我们就回去走着瞧。底下来讲的话，幕僚再继续谈下去，能不能看得出结果？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明年4月大家互相再带个礼物，互相交换。否则在这一次的会谈来讲，我认为是一个过场而已，并没有谈出一个实质的一个结果。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